上一集的评论区里，不止一位观众提出了同一个问题：乔任梁和吕家荣事件，娱乐圈很多圈内人都知道，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出事？于朦胧是不是还掌握着其他的秘密？这个问题我们此前解释过，但鉴于很多新观众可能没看过更早的长视频，今天我们专门用一期短视频，把独裁政权的风险识别机制讲清楚。首先，我们并不否认他可能掌握其他信息，比如某些个人或公司的洗钱行为。去年我们曾认为这是主因，也针对该方向做过2期内容。但随着对信息的进一步梳理，我们发现影视行业的洗钱更像公开的秘密，甚至圈外人也有所了解。更重要的是，随着对于朦胧职业轨迹的梳理，我们发现他的资源规模和在业内的位置，决定了他从未具备承担大规模洗钱任务的条件。艺人工作室的灰色操作空间和资源规模正相关。因此，当资源投入过于集中，尤其当艺人的履历无法解释其资源规模时，更容易引发洗钱的猜测。景甜就是个典型的例子，他曾经长期拥有顶配资源，导致外界对其身份以及其背后势力利用其洗钱的种种猜测。而于朦胧虽然有过几次爆火窗口，但无一例外随即受到压制，不仅从未得到过大规模影视资源，甚至2020年后出现了项目断档。因此用他知道洗钱内幕来解释他被害，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，不仅更加无法回答为什么偏偏是他，甚至不能排除被幕后黑手刻意释放的洗钱消息误导，其目的是以次要事实掩盖主要原因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转换方向，从乔任梁案和吕家荣案寻找突破口。在已知中共克吴治国，导致娱乐圈存在多重黑幕的前提下，一个艺人是否被当局视为风险，不只取决于他知道什么，更取决于他和既有权力系统之间的关系。也就是说，他是否已经和当局深度绑定，成为了自己人。所以风险不是单一变量行数，而是至少包含3个变量：知情程度，也就是黑箱里的秘密他知道多少，理解多少；绑定程度，绑定越高，利益越一致，泄密风险自然越低；以及知名度。知名度本身不是风险，但它会放大泄密的负面影响力。为了更直观地展示风险与这3个变量的关系，我们生成了一个3维模型，其中 K 轴代表知情程度， B 轴代表绑定程度， I 轴代表知名度和影响力。图中蓝区代表低风险，红区代表高风险。图1用一个平面显示风险的渐变。大家可以看到，风险最高的不是知道最多的人，而是高知情、低绑定，同时具有影响力的人。再来看4个样本。样本 A 是低知情、低绑定、低知名度，处于安全区。样本 B 是高知情、高绑定、高知名度，也是安全区。样本 C 是高知情、低绑定、中等知名度，处于风险阈值曲面的另一侧，也就是风险区。样本 D 是高知情、高绑定、中等知名度，处于安全区。所以，关键不在于 C 知道的多，而是它同时满足了高知情、低绑定且有影响力这个危险组合。如果带入现实中的人物，于朦胧显然是 C， 范世琦和周品之流比较符合 D， 没有体制背景的新人则比较符合 A。当然，现实比模型更复杂，还应加入统治者的安全焦虑和主观判断。因此，现实中的风险阈值是动态的，甚至是模糊的。中国各级官员针对维稳的层层加码，符合模糊状态下的表现。收回于朦胧，
显然，仅凭知情不足以让他成为风险。他在娱乐圈12年，却一直不肯向潜规则低头，说明他的价值观不符合集权要求的权威及真理。也就是说，他有很强的主体性和独立思考能力。如果他带着秘密退圈，当局真正担心的是他一旦脱离控制，不仅构成泄密的风险，凭他的经历和认知，他甚至可能拼凑出更多真相。再加上他的影响力，足以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。这也是为什么集权政权，尤其是进入安全阈值极低的独裁阶段后，会企图绑定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。从利益诱导、规则暗示到服从性测试，层层加码，不达目的不罢休。若实在无法成功，则限制其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，甚至罗织罪名，将其监禁。这也是为什么在习近平第一个任期内，中国曾经的公共知识分子已全体退出公共舆论空间，不是被打压，就是改头换面，成为了资本的座上宾。此外，习上台后对公民社会的系统性打压，从驱逐 NGO、抓捕人权律师，到收紧外媒记者签证，以及范围越来越大的边控，都是独裁者风险阈值极低的体现。我们无法确定于朦胧是否知道更多的黑箱秘密，或是否更早就对乔案的官方说法产生过怀疑。但到了2018年，当引发广泛关注的吕家荣血手照事件爆出时，他已在潜规则的压力下生存了近5年。他的粉丝团也在年初被天娱强行解散。在此前提下，他被炒作说等公关通稿骗过的概率极低。他极有可能通过血手照拼凑出乔案的真相，或者在他产生怀疑的那一刻，真相就被刻意告知，作为对他威胁的加码。因此有理由相信，他对乔案的知情不晚于2018年5月。2020年初，吕家荣遇害后，由于他仍未屈服，且乔案的秘密又无法收回，他必然再次被告知真相，作为又一次威胁加码。假使有1%的可能性，他未被明确告知，那么吕家荣的消失也足以让他拼凑出真相。我们判断，他对吕家荣案的知情远早于2020年10月7日，他在微博喊话表达恐惧的那一天。如果您想了解完整的推演过程，欢迎观看我们的吕家荣系列，尤其是第3集吕家荣案和于朦胧案的焦点。尽管我们无法排除于朦胧掌握更多黑箱秘密的可能，但在尊重证据和逻辑的原则下，乔案与吕案是目前唯二有把握建立关联的已知秘密。而这2起命案，相比洗钱等不涉及谋杀的秘密，其保密级别和封口动机显然更高。有些观众可能会提出，红色 U 盘里的证据才是最高机密。如前所述，洗钱证据作为秘密，其烈度仍低于命案。而且我们认为，于朦胧案中疑似被吞下的 U 盘出现在现场的原因，并非他搜集了洗钱证据作为谈判筹码。相关分析我们将在后续的长视频中呈现。希望本期短视频能够解答您为何其他人也知道秘密却没事的疑问。欢迎留下评论和更多问题，我们下期再见。